大家好，我是鬼叔，又到了睡前故事环节，害怕的小伙伴弹幕里扣个1，不害怕的扣一下眼珠子。怪谈协会收录粉丝投稿的毛骨悚然的恐怖经历，以下都以第一人称讲述，切记千万不要夜里一个人看。好了，咱们今天讲的天涯论坛的系列呢，是关于一个场所啊，它的发布时间还是有10几年之久了。然后发布帖子的这位楼主呢，他曾经在北京的某个监狱里面服刑，而接下来的这一系列的故事啊，都是他在10几年前发布在天涯论坛上的，有关于自己在北京某监狱服刑期间遇到的诡异离奇经历。楼主说，1994年至1998年，我在北京市的某监狱服刑，监狱位于北京，俗名是南大楼。因为监狱呢是解放前的一个兵营，当时附近只有这一栋3层的楼房，所以叫南大楼。我们呢都管它叫做3角楼，中间是大门，两边分别叫东筒、西筒。我就住在东筒2层的一间监室里，监室约20平米，住了12个人，6张上下铺。我在房间一角的上铺，3层整层呢是被封住的，贴着封条，具体何时封的不清楚。为什么封的，这我也不知道，因为当时的监舍紧张，不应该放着1层不用的。刚搬进去的时候啊，就听同事在说这3层闹鬼的事儿，具体就是说3层总是有响动，非常的清晰。我呢试图用各种科学的方法来解释，比如说结构位移说，共振说，老鼠说，钢筋疲劳说等等。他们呢只是笑一笑，说等你听到你就会明白的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已经上床了，楼上开始有了动静，非常的清晰，是人在走动的声音，时不时呢还有敲铁栏的声音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拿过一支小棒划过长长的铁栏杆的经历啊？就是那种叮叮叮叮的声音，无法用任何的方式来解释。后来呢，就在房间的一角转起了圈来，就是我对角线的那角。我们屋里的人啊，可能已经习惯了，只是静静的听着。就在这时，我呢说了一句话，如果你能听见我，我就过来。结果那脚步慢慢的走到了我这边，然后是一声叹息，就什么都没有了。以上的事情呢是完全真实的，时间是1995年的2月22日，因为这个日期好记。直至1995年的4月，这2个月中发生了大量不可思议的事情。我与狱警呢也聊过此事，他们说这事儿以前也就有，他们曾经在有动静的时候啊，带着警棍冲上了3楼，但什么也没有。现在啊，他们也习惯了。下面再讲一个，是我们监室的铁窗外，那里有一个很大的法国梧桐。我们呢在2楼，所以从窗口望出去，只能看到这浓浓的枝叶。在那一段时间，只要是傍晚，就会看到一只大鹦鹉停在树上，是那种很大很大的金刚大鹦鹉。颜色非常的艳，以前呢只是在图片上或影视当中见过的那种。我们都很奇怪，这种大鹦鹉一般都是在动物园里，怎么会有野生的呢？而且为什么会到晚上就来到这边？当时呢也没多想，偶尔还隔着铁窗逗一逗它，或是丢些吃的东西，但它呢从未吃过。有一次，狱警叫我们班上上3楼打扫卫生，可能是因为晚上他们值班也害怕，所以也想着趁着白天看个究竟。我们班呢是文艺班，平时不参加劳动，白天只有我们班在楼里。2个狱警和一个杂物，就是监狱里管犯人的犯人，带着我们上到了3楼。通道的大铁门被一把大锁锁住，残破的封条瑟瑟地抖动着。从铁栏向通道里望去，每个人都不禁打了一个冷战，非常的阴森。虽然当时是大白天，但里面却是雾蒙蒙的一片，好像是看不通透的样子。地上呢全是灰，厚厚的灰。当时死一般的阴冷，让我们每个人都不寒而栗。杂物呢打开了锁，没有办法，在监狱里让干什么就必须干，没有商量的。我们一个接着一个走了进去，开始扫地，每间屋的一个个清理。为了壮胆，我们一个班都在一起扫一个屋子，看上去还挺滑稽的。扫到我们班的楼上那间，发现地上有一张画，
一张像是挂历的印刷品，但没有日历，像挂历一样大。纸质看来也是现代的纸质，上面的是一个美人，不是影星歌星，没有人认识这个美女。美女在笑着，很怪的笑容，怪得让人不敢多看一眼。最奇怪的是，这个美人的肩上有一只大鹦鹉，和我们窗外的一模一样的大鹦鹉。几乎是同时，我们都怪叫着跑了出来，而我的手里头还抓着那张画。我哆哆嗦嗦地把那张画拿给了带队的狱警，他只看了一眼就连声说道：烧掉，赶紧烧掉。这画被烧掉了。就在这个时候呢，通道里发出了一声巨响，像是一个大的木头墩子重重地摔倒在地上的声音一样，我们都能感觉到明显的震动。所有人都面面相觑，包括狱警。从那天起，窗外就再也没有出现那只大鹦鹉了。从那天起，每晚的声音比原来要大得多，复杂得多，有着各种的声响，有哭声，有拖着铁链走路的声音，总之比原来要嚣张得多了。此后呢，狱警打了报告，管教科来了非常多的人，还是没有查出任何的原因。这晚上楼上仍然在响。最终监狱没有向北京市监管局报告此事，因为从1995年的清明节夜里他们大闹了一场以后，就再也没有来过了。来，咱们点赞到6万，开始今晚的第4个故事啊。正好现在可以读读弹幕，咱们聊聊天，休息休息。弹幕里说，我从小听鬼叔的故事长大，现在我都快30了。还有说，我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看鬼叔了。好，继续我们的故事啊。楼主说呢，通道的尽头啊，相对的是2间屋子，一间是厕所，一间是水房，也就是洗漱的地方。可能你们不相信啊，监狱的水房与厕所是最干净的，因为有专人在不停地冲洗。如果洗不干净，那这个人可就惨了。况且洗厕所与洗水房在里面可是好活啊，轻松又不累，总比农田里强多了。在水房的一角有一个大的垃圾桶，是用大号的汽油桶改成的，把汽油桶截掉了一小半，再焊上2个铁把手，就是垃圾桶了。主要呢用来盛剩饭和生活垃圾，一般2天就会满。装满的垃圾桶非常的沉，得有个300来斤吧，要2个人用铁杠子抬起来才能抬到垃圾场。1995年的4月5日，清明，那天的气氛非常的紧张，因为有一个犯人犯了错误，在队长的办公室里被队长给修理了一顿。我们那时候呢，中队长是监狱里头最狠的一个，外号大胡子。当时整个通道里头都听着了那个犯人的惨叫声，每个人呢都战战兢兢的，生怕出着点什么事儿，也被给顺利的修理。不知不觉呢就到了晚上，突然楼上又响了起来，声音出奇的大，是那种人来人往，还有移动家具的声音，不时还有类似板凳被碰倒的声音。我们当时已经见怪不怪了，慢慢的入了夜，都去睡了。通道里非常的安静，只有一个杂物在通道里值着班，还有呢就是被罚站的那个犯了错误的犯人。犯人罚站叫做站通道，面冲墙，鼻子、膝盖、脚尖3点触墙。到了12点，被罚站的可以回去睡觉了。就在杂物刚刚站起来准备给他开门的时候，就听到通道的另一头的水房里头传出了一声巨响，咣啷的一声，所有的人都被惊醒，队长也跑了出来，开了通道的大铁门。队长让杂物开了所有的门，把各班的班长给叫了出来。队长在前，一大帮人呢在后，紧跟着进了水房。这一进去，大家都惊住了。原来在水房角落里的大垃圾桶被挪到了水房的正中央，位移了4米多。地上有一条明显的拖动痕迹，那是一只装满了垃圾的垃圾桶，一个人根本就移不动的，不可能是犯人移的。睡觉后呢，监舍门上了锁，想方便时呢要敲门，让杂物开门才可以进来。当时所有的门都锁着，因为原来常常睡觉后有矛盾的去水房里单挑，后来有一个受了重伤，才立下了这条规矩。那天是清明，1995年的清明。后来
整个楼里的常住犯被分别调到了别的监舍楼里，只在1楼留了保外就医被收回的犯人和生病的犯人。当天值班的小队长姓杨，北京宣武区人，是北京市监狱10中队的队长，1周后调走了。好的，咱们今晚的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早点休息晚安各位，拜拜。